大家好，咱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。前面的3名年轻漂亮的女孩面带微笑，身后站着一排的警察，像是某个明星来警察局探班的一样。桌上摆满了零食、香烟、饮料，他们想抽烟就抽烟，想睡觉就在警察局的地上睡觉。如果我不告诉你，你能猜到这3位是刚刚犯下谋杀重罪的罪犯吗？更离谱的是，他们杀害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的闺蜜。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，腰斩、肢解、装桶、抛尸。而这3位女魔头被捕之后，非但没有被人人喊打，反而成为了泰国炙手可热的网红。他们同款的衣服被抢购一空，他们用的包成为了爆款，甚至连杀人用的那个锯子都被商家做成了钥匙扣，放在网上热卖。就连警察局的警察都给了他们明星般的待遇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还原这起震碎3观的泰国奇案——甜心杀手案。2017年5月25日，泰国东北部的孔敬府。孔敬府呢是泰国宜桑地区的4大城市之一，但郊区呢依然是大片的农田和树林。这天清晨，一名农夫像往常一样穿过树林，准备去田里干活。走着走着呢，他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腐臭味钻进了鼻腔。农夫皱了皱眉，他活了大半辈子了，死猫死狗的味道闻得很多，但是味道这么冲的还是头一回。他循着臭味找了过去，发现呢有几块钢板盖在了一片新翻过的泥土上面，臭味呢就是从钢板下面传来的。农夫犹豫了一下，好奇心最终还是战胜了恐惧。他找来了工具，撬开了钢板，挖开了泥土，一个黑色的大塑胶桶露了出来，桶里呢装着2个黑色的塑料袋。他拉开了一个袋口，往里一瞧，这一眼呢差点把他吓得是魂飞魄散。袋子里面是一具赤裸的女尸，不，准确的说呢是半个女尸，只有上半身没有双臂，从腰部被齐齐的切断。另一个袋子里呢是下半身和双臂。农夫连滚带爬的跑回家里报了警。警察和法医很快的赶到现场，经过初步的检验，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，尸体呢已经开始腐烂肿胀了，面部无法辨认。但是呢，法医在她的胸部、背部和下体发现了多处的纹身，这些呢就成为了确认身份的关键线索。根据泰国炎热的气候和尸体的腐烂程度，法医判断死亡时间大概是2到3天前。警方开始排查孔敬府及周边地区的酒吧、夜店、按摩店等等重点呢寻找近期失踪的年轻女性。很快，一家夜店老板提供了线索，他店里呢有一个叫维利萨拉的一个陪酒女，23岁，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班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DNA 对比结果证实，树林里那具被腰斩的尸体就是维利萨拉。维利萨拉23岁，职业是夜店女公关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陪酒女，也提供特殊服务。3个月之前她刚刚结婚，丈夫叫做萨猜，35岁，是一名建筑承包商。但是这段婚姻呢并不平静。警方调查发现，维利萨拉的私生活相当的混乱。婚后不久呢，她就与一位女性的老同学搞起了外遇你没有听错，是一位女性的老同学搞外遇了。同时呢还和其他的多名女性保持着暧昧关系。他经常以回乡下陪祖母为借口，实际上呢去和情人在那里过夜。丈夫萨猜对此也并不是一无所知，夫妻俩呢为此多次争吵了。萨猜甚至在气头上说过：“我要杀了你和你的情人这样的话。”与此同时呢，维利萨拉的同性情人也在他失踪之后主动报了警。这个女情人告诉警方，她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上这个维利萨拉了，甚至呢打电话同时问过她的家人。这2个人都有嫌疑，一个是被戴绿帽子的丈夫，一个是爱恨交缠的情人。但是经过调查呢，警方排除了他们嫌疑。丈夫在案发期间一直在外地出差，有同事作证，而情人主动报警的行为也不符合凶手的行为逻辑。不是情杀，那会是什么呢？警方决定从维利萨拉的工作关系来入手。他们走访了维利萨拉之前工作过的一家夜店，一位女服务员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信息。她说维利萨拉在店里头有一个死对头，2个人经常吵架，甚至动手这个人就是维利萨拉曾经的好闺蜜比亚奴。更巧合的是呢，比亚奴这几天失踪了。夜店老板表示，比亚奴连上个月的薪水都没有拿，然后呢人就消失了。警方认为好闺蜜比亚奴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比亚奴24岁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55公斤是这家夜店的头牌女公关，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女网红。
他在社交媒体上呢，经常晒奢侈品晒大把的钞票，晒世界各地旅游的照片，风格相当的张扬浮夸，走的就是叛逆豪门千金的这种路线。但实际上呢，比亚努出身贫寒，他出生在孔敬府的一个农民的家庭，小时候样貌是非常的普通，后来的靠着在夜店里打工赚钱，做了好几次整容手术之后，才变成了现在这副混血儿般的精致立体的模样。整容之后的比亚努人气暴涨成为了夜店的门牌。他不仅做陪酒，还从事成人直播更关键的是呢，他的男友是当地黑帮成员，做毒品生意，比亚努本人也参与其中，充当着分销商的角色。那么曾经的好闺蜜为什么要反目成仇呢？根据调查呢，两个人交恶的原因主要有3点。第一，维利萨拉向比亚努借了4万泰铢，大概是相当于人民币8000元，一直不还。第二呢，是维利萨拉在背后说他坏话骂他是整容脸。第三呢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2016年底比亚努的男友因为贩毒被捕了，比亚努怀疑就是维利萨拉向警方告的密。比亚努曾经说过当时知道比亚努的男友是做毒品生意的只有身边的4个人，而维利萨拉就是其中之一，而且呢，他是唯一和比亚努关系破裂的人，不是他还会有谁呢？于是呢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比亚努决定教训这个背叛自己的前闺蜜。2017年5月23日凌晨，比亚努纠结了4个同伙，3男1女，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计划。他让那位男性朋友呢假扮成高级客户，给维利萨拉打电话，邀请他出来陪酒，价格开得很高。维利萨拉呢经常接这种私活，没有多想就答应了。凌晨时分呢，维利萨拉就从宿舍里出来，在路边的 ATM 机上取了点钱，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。随后呢，他就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本田车，车上有4个人等着他。维利萨拉一上车就被控制住了，动弹不得。紧接着呢，躲在车后座的比亚努跳了出来，开始疯狂的殴打他。你把钱还给我，是不是你告的密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比亚努一边打一边骂维利萨拉也不是软柿子，他拼命的反抗，还撂下了一句狠话，他说你今天不弄死我的话，我活着出去你就得死。就是这句话呢，彻底激怒了比亚努，他找来了一个塑料袋蒙住了维利萨拉的头，继续殴打，最后呢，用一根绳子死死的勒住了他的脖子。车上的其他4个人全程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。等他们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，扯开了塑料袋的时候呢，这个维利萨拉已经没气儿了。人死了，车上的5个人呢，并没有慌张太久，很快就冷静地商量对策。比亚努就提议肢解尸体然后埋掉，其他人也同意了。他们开车去了好几家商店，买了黑色的垃圾袋、橡胶桶、锯子、手套等等工具。随后呢，在孔敬府郊外找了一家度假民宿，开了一间房尸体呢被拖进了浴室里面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连办案经验丰富的警察都感到后背发凉。比亚努和另外的2名女性同伙毫无心理负担地开始肢解维利萨拉的尸体。他们先用锯子将尸体从肋骨处拦腰截断，然后呢又卸下了双臂，整个过程持续了1个多小时。处理完尸体之后，这3位女性在同一个浴室里面洗了澡，化好了妆，清点了维利萨拉随身携带的这些值钱的物品，包括一部手机和其他的首饰。他们甚至没有支付房费，就带着装有2袋尸块的橡胶桶开车离开了度假村。一行人来到了孔敬府一处人烟罕见的树林，挖了个坑，把桶埋了进去为了掩人耳目呢，他们还特意找了几块钢板盖在了上面。做完了这一切呢，5个人分头就逃亡了。比亚努和其他2位闺蜜3个人坐了1夜的巴士逃往了缅甸。另外2个人瓦辛和女友吉达拉呢，先留在泰国，将死者的手机、项链等值钱的物品卖掉。然后呢，2个人逃到了缅甸和泰国的交界处，租了一家廉价的旅馆藏匿了起来。警察通过比亚努的手机通话记录确认了除了比亚努母亲之外，另外3个人在案发期间和比亚努的手机频繁联系的这3个人。其中2个人的手机无法定位，但是呢，有一名男性的手机定位在了缅泰交界处的一家小旅馆内。2017年的5月30日，瓦辛和他的女友吉达拉在小旅馆内被警察给逮捕了。通过对瓦辛和吉达拉的审讯，警方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于是呢，对在逃的比亚努等3名罪犯嫌疑人进行全国通缉。
按说呢，如果这3个人在缅北找一个地方藏匿起来，低调行事的话，这个警方呢也是很难找到他们的。但是比亚努几个人逃到缅甸之后，根本就没有低调隐藏的意思啊，他们大摇大摆的出现在缅甸边境城市的这些商场里面啊，逛街买衣服，出入按摩店。比亚努甚至还在当地接单接客赚钱。2017年的6月3日，缅甸警方根据泰国提供的线索，在一家商场里将3个人逮捕。当天晚上，他们被遣返回了泰国。如果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它充其量呢就是一桩残忍的凶杀案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，才是这起案件真正令人无语的地方。比亚努3个人被押回泰国警局之后呢，收到的不是冰冷的审问，而是明星般的待遇。警察局的桌子上摆满了零食、香烟及饮料啊，他们全程没有戴手铐。警察们还纷纷的跑来找他们合影，为了拍摄效果好，还特意给他们补妆的时间。比亚努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敷面膜，对着镜头比出了胜利的手势。这一系列的照片被泄露到网上之后，舆论就炸锅了。更离谱的是泰国民众的反应。按理说呢，这种残忍的杀人犯应该人人喊打，可比亚努凭借着他整容之后精致漂亮的脸蛋、火辣的身材，以及社交媒体上炫富的女王人设，竟然圈了一大波粉丝。人们呢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，叫甜心杀手。他被捕时背着一个彩虹兔子图案的背包，成为了泰国的网络爆款，被抢购一空。他在警察局里穿的那件黄色 T 恤出了同款，价格越炒越高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过一张照片，里穿的是90年代恐怖公仔的 T 恤，也是被卖到了断货。更荒唐的是呢，连用来分尸的那把锯子被商家做成了钥匙扣，当做周边产品在网络上售卖，而且卖得很好。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支持比亚努的话题标签，甚至有人成立了比亚努后援会。他们为凶手开脱，说受害者维利萨拉私生活混乱，人品恶劣，而比亚努呢是被逼无奈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2018年5月10日，孔敬府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。按规定呢，法院内是不允许带手机的，但是警察并没有收走他们的手机，还纵容他们在法庭上拍照。法庭上，比亚努还给自己的一名男客户发送了他们进入法庭时的照片。照片中，他们穿着罪犯的衣服，但是仍然嘻嘻哈哈，没有一点反悔之意。事后呢，照片被传到了网络上，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。最终呢，主犯比亚努因为谋杀罪、毁坏尸体罪、盗窃罪、藐视法庭罪等等罪名，原本被判处了127年的监禁，但是由于他认罪态度良好，法院将刑期减至34年6个月。2名女性同伙分别被判处了33年9个月、23年4个月的刑期。那名男性同伙被判处了23年4个月零20天，他的女朋友因为协助销赃被判处了1年的有期徒刑。5名被告还被勒令向受害者家属支付1070万泰铢，大约是人民币210万元的赔偿金。受害者的母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泣不成声，她说：“我无法接受伤害我女儿的凶手还能在大众面前谈笑风生。”泰国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将这种社会现象命名为比亚努现象。大众被凶手的外貌和生活方式所吸引，完全忽略了犯罪本身的残忍和恶劣。他说，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社会现象，呼吁主流媒体将罪犯和偶像之间划清界限。案件虽然已经结束，但是比亚努现象留下的反思至今仍未消散。当媒体把暴力娱乐化，把罪犯包装成了偶像的时候，谁还会记得那个被腰斩、被分尸的受害者呢？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，罪犯不是偶像，他们的邪恶不值得我们去追捧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收看，这里是海岩说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